大家好，你們有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？喉嚨老是會出現紅腫、發炎，吞口水有時候還有點痛、乾嚥，或者胸部有些地方疼，你摸上去又不能確定具體的位置到底在哪裡，然後跑去醫院查血，就血常規，拍這些胸片呀，甚至照 CT。能檢查的都做了，結果醫生就說你問題不大，看不出來有什麼毛病，但是你就是難受，跑多幾次，醫生還說你矯情，是你自己過於緊張。像這種難受在自己身上，別人真的有時候感覺不到。這些基本上就是胃酸反流在作怪，西醫名稱的話就很多。像胃食管反流、反流性食管炎、胃神經官能症，反正他们取的各種名字我們就直接叫胃酸反流，因為都是胃酸反出來引起的这些。今天這條視頻就簡單介紹一下常見的一些表現症狀。胃酸倒流其實就是胃中的酸水，也可能夾雜食物殘渣或者氣體一起反流出來，從下而上進入食管，甚至達到咽喉的地方，是消化系統一種常見的症狀。有時候着涼了也會這樣子，但是如果是長期持續性出現這個症狀，就要引起注意了。如果是出現了病變，胃本身是能夠耐受這種酸的腐蝕性的，幾乎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反應。但是食管、咽喉部分人的氣管，它如果受到影響，反應就會很強烈，所以你去做胃鏡也不見得就有什麼東西可以查出來的。我把常見的症狀整理出來，大概有7條，你們可以對照看一看。1. 胸口灼熱燒心，不是心臟的那種絞痛，是心窩的那個部位，就跟喝了高度白酒的感覺差不多，很刺撓，仿佛那個地方有一團火，特別是吃了飯之後，躺下會更明顯，這個地方屬於胃的上口。第2，反酸，酸水湧上來，嘴裡突然冒一團酸水出來，甚至還把吃下去的食物也一起帶回到喉嚨。很多人的直觀感覺就是一打嗝，酸味它就跟着出來了。第3，嗝氣變多，脹氣頂上來，一直想打嗝，打完胃裡面的壓力會小一點，但是還是會不舒服，胸口像堵住了，悶脹。特別是吃得快的，喝了牛奶或者喝了碳酸飲料的，就牛奶是純牛奶的人，真正的牛奶症狀會非常明顯。然後上面所說的打嗝，真實的叫法應該是叫嗳氣，很多人是不分的，打嗝和嗳氣它是不一樣的。如果說你去跟醫生講他是懂的話，他很容易判斷錯誤的，這個都是叫嗳氣。我們後面再去區分打嗝和嗳氣，甚至說通過他的這個聲音或者氣味，我們可以判斷自己是什麼病症。第4，喉嚨有異物感，總想清嗓子，喉嚨好像卡着一口痰，吞也吞不下去，咳也咳不出來，就掛在那裡。你越清嗓子，喉嚨越敏感，很多人就當作咽喉炎在治療。第5，慢性咳嗽，晚上的時候咳的會多一點，白天還好，一躺下就咳，或者早上起床的時候咳嗽會明顯一些。很多人都以為是自己過敏或者鼻炎呀、支氣管炎不好，但藥吃了一堆，它都沒有用。第6，口苦口臭，早上起床嘴巴味道重，特別是晚餐吃得晚，然後吃的味道比較重的重口味的人，吃的太撐的人，晚上食物的話可能會往上跑，所以口腔裡面就有酸腐味，會比較明顯。第7，聲音沙啞，說話容易累，你可能沒有感冒，但講2句話就乾，聲音就會沙啞，就想喝水，喉嚨乾哽，反正就是不那麼舒服。
然後你看這些症狀的話，都跟胃的症狀沒有太大的關聯，胃它的反應沒那麼敏感。那有些人反酸，他不一定會燒心，也不一定會反酸水。比如說出現焦慮、胸悶氣喘，胸悶氣喘這種的話，屬於心理層面的，就是越想越吸不上去，越想越感覺氣短啊。我以前就是這種非典型症狀的，很複雜，一句話也說不清楚，又不好判斷。如果說有空，我們可以專門再來聊這個。反流它不是像泉水一樣時時刻刻都在往上噴湧出來，只是在特定的時候啊，有一些誘導因素使其反流出來啊，才會導致其他地方的不舒服。常見的就有3個地方啊，我們可以去注重一下啊。第一個就是受到刺激了，比如說喝了咖啡呀，喝了酒啊，吃了那種甜食，這裡的甜食是講工業的甜食，包括辛辣的一些油炸、煎炸的食物啊，喝了碳酸飲料，再加上熬夜、壓力大，症狀就會更加明顯啊。第二種就是受冷刺激的人，就像喝了冰的雪糕啊、奶茶啊，或者其他凍過的飲料。就還有一些就是飲料裡面添加劑比較多的，因為這個時候胃很敏感了，所以它就會受到刺激，然後就開始反流。第3個就是姿勢，身體的姿勢也會影響到，比如說躺下、彎腰、久坐、含胸，有可能這些姿勢不對，胃酸它就從好像倒水一樣的倒出來了。把上半身墊高一點，坐直一點，有時候就會舒服一點。你可以平時的時候，如果有這些問題的話，你可以先靜下來，觀察自己的身體一段時間，看一下是不是有上面這些情況的出現。如果身體本來就有一些不舒服，或者自己很難忍受的，就先去醫院做一個檢查，排查一下，然後讓自己放心一下。這一期的內容就是上面這些了。如果說你看一下哪些症狀跟你比較相似，然後判斷不了，可以留言。